嘿，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今天我要给大家破解一下人类最古老的遗迹，记录人类的起源和世界末日的石柱——哥贝克利石阵。这一集的信息量非常大，看完你们就知道我以前讲的故事都是真的。1994年，土耳其山里一名叫做马特穆特的农民在开垦农田，突然他发现土里出现一块非常突兀的大石头，于是他就使劲往下挖，发现这块石头竟然是一个大石柱，于是他就赶紧向当地博物馆报告。后来德国考古学家克劳斯·施密特就来到这里进行考古挖掘，最终他们挖出了45根梯形巨石，每根石柱高5到7米，石柱顶端有3米长，整块石头重20到50吨。这些巨石围成许多圆圈，圈子中间竖立了2根最高最大的石柱。这些石柱的身上还刻有很多野生动物的图案，比如狐狸、鸭子、秃鹫、蛇等等。这个地方土耳其语中叫做 Göbekli Tepe， 意思是大肚山，和肚子一样圆。克劳斯通过对山丘的土壤进行放射性检验，得出结论：哥贝克利石阵距今大约有12000年的历史，是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旧石器时代是从250万年到12000年前，那时候的人类只会做简单的石器，住在山洞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会制造复杂的石器工具，包括碎石刀和陶器。距今12000年，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它比金字塔还早7000年。不要小看这7000年，根据埃及神话，从金字塔的时代往前数7000年，就是太阳神拉、阿努比斯、欧塞里斯等等埃及众神在地球上行走的时代，非常神奇。而且这个石阵还比人类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还早5000年。这个意思就是，自从哥贝克利石阵建造好之后，人类的还有5000年的时间是空白的，然后才出现了苏美尔文明。所以破解哥贝克利石阵就可以破解人类的起源，甚至是众神的秘密。今天团长教给各位天台一个终极答案，我们一步一步来，别忘点赞、点阅、转发，按下小铃铛，加入优秀天台团。哥贝克利石阵有几个悬疑，世界考古学一直没有弄明白。第一，这是谁造的？如果我们来到12000年前，哥贝克利石阵的存在就是违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哥贝克利石阵里面没有发现任何人类骨头的遗迹，周边也没有任何人类居住的村庄，在这里只发现过动物的骨头，这就说明当时的人类自带干粮，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建造了石阵。当时的人类处于新石器的游牧时代，到处放牧，他们为什么聚集起来建一个永久性的建筑？如果当时的人类要定居发展农业，但周围为什么没有形成村落？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就是克劳斯·施密特发掘出5个石柱圈之后，考古队又用探测器对山体进行扫描，发现山里面至少还埋了60个石柱圈，而且这些石柱圈不是平铺的，是一层一层叠放的，估计有20层，再往下挖可能还有。这里每一层的土壤年代都不同，越往上的土壤越新，越往下的年代就越久远。最下面的土壤和山头上的土壤年代相差1000年。不要小看这1000年，这足够唐朝轮回3次了。现在土耳其官方只往下挖了6层，就把考古现场给封了，不挖了。为什么？因为考古学家都疯了。这一切完全无法理解。考古学家发现，越往下挖，这里的土壤是越古老，但是挖出的石柱怎么越来越高大？石柱上的花纹就越来越精美，等等，不对呀，这越古老的土层技术不应该是越原始吗？为什么哥贝克利石阵是反过来的？这和我们之前讲过的吉萨金字塔是一样的，就是越古老的年代科技技术越高，越到有人类法老历史出现在各种羊皮纸、草纸的年代的时候，人类科技就出现断崖式下跌。第二，为什么建造？新石器的游牧人类为什么在1000年的跨度内不断回到哥贝克利这里，造了石阵再埋上，埋完再造，然后就走了，周围也没有任何城市出现。第三，用途是什么？一开始克劳斯·施密特认为这里是人类的古墓，但是他没有在这里发现任何人类的遗骸和墓穴的痕迹。主流考古学家定义这里是人类最古老的庙宇，但这个也不对。
庙宇是用来祭祀神的，但这里的祭祀法器、祭祀的残骸什么都没有找到。而且为什么神庙要建造好还要被埋上？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建造者想要保存下来，让12000年后的人类知道？今天团长将给各位天才一个终极答案。我们先从戈贝克利什镇坐落的城市说起，这个非常重要。戈贝克利什镇位于土耳其尚勒乌尔法市东北12公里。尚勒乌尔法又被称作先知之城，是圣经先知亚伯拉罕的诞生地。尚勒乌尔法东南方的这片平原都是农田，叫做哈兰。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共同祖先亚伯拉罕在逃离家乡去埃及之前就住在这个地方。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因为这里发生了可怕的事情，都记录在戈贝克利什镇里，我在后面会讲到。从亚伯拉罕这代开始向上数11代就是诺亚。诺亚方舟大家都知道吧？神发动大洪水要毁灭世界，神告诉诺亚建造一个诺亚方舟。在大洪水退去的时候，诺亚方舟就被认为在尚勒乌尔法市周围的某个地方停靠。诺亚和他的儿子闪下船之后，就在这里开始繁衍。400年后，先知亚伯拉罕就出生在尚勒乌尔法。所以戈贝克利什镇周围都是圣经创世纪人物走过的地方，非常强。还有更厉害的，从戈贝克利什镇向西走，这里就是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在圣经创世纪中记载，从伊甸园中流出4条河，其中一条就是幼发拉底河。所以戈贝克利什镇西面的某个地方，就是传说中人类的诞生地伊甸园。这里是亚当、夏娃、神还有撒旦走过的地方。地球上没有比戈贝克利什镇更神秘的地方了。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话，在伊甸园里也有撒旦走过，这是解开戈贝克利什镇的密钥。我们再回到戈贝克利什镇，巨大的石柱上雕刻了很多动物的图像，其中最多的就是蛇。蛇在人类宗教和历史中有着重要的记载，比如刚才说的伊甸园里的撒旦 The Old Serpent， 一条古老的蛇，他骗了夏娃吃下了智慧的果实，人类就被神赶出了伊甸园。他间接的让人有了智慧，也就是说他间接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人类。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发现医院的急救和世界卫生组织都用蛇作为标志？蛇不是有毒吗？为什么要和救人结合在一起？这个标志被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神医的蛇杖，但是希腊神话是5000年前的故事，我们现在讲的是12000年的遗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已经有蛇的标志出现？蛇在古阿拉姆语中念作 Hiva， 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生命。古阿拉姆语就是戈贝克利周边一大片地区所说的方言，也是耶稣基督的家乡话。Hiva 蛇就代表生命，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和医院急救的标志就是蛇，拯救生命。但是戈贝克利什镇中的蛇不是拯救生命，而是创造生命。在戈贝克利什镇中出土了一个3人石柱，从上到下一共有3个脸。大家看，这第一个和第二个人的脸被削去了，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他们不让我们看到这2个人的脸？我们再往下看，这第3个人明显就是一个人类的样子，在这个小人的左右两边出现了2条蛇。这个石柱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最大的人形生物创造了第2个人，然后第2个人形生物在蛇的帮助下创造了人类。那上面的这2个到底是神还是外星人？不要着急，我们再去石镇旁边的尚勒乌尔法市再看一下。尚勒乌尔法市 Sanli Ulfa 这个名字是1994年才被命名的，意思是荣耀的乌勒法。从公元前300年以来，这里一直就叫乌勒法，但在更久远的圣经年代，这里叫做欧勒哈。欧勒哈是一个王的名字，根据记载是他建造了尚勒乌尔法市。在叙利亚编年史中，欧勒哈被称作欧勒哈 Son of Hiva， 蛇之子欧勒哈。欧勒哈是蛇的孩子，这蛇到底是谁？从这里可以推测，尚勒乌勒法这个地方曾经有第1代人类是蛇创造的。
也就是这个雕像中间的这个形象。准确地说，他们长得像蛇，他们不是人类。团长不是瞎说的，所有的材料和推论都是有引用出处的。20世纪初，在伊拉克有个地方叫做泰拉乌巴伊的地方，发掘出一套陶俑，现存在大英博物馆，他们就是蛇形人。这座蛇形陶俑有7000年的历史，大家看，它的头像蛇一样眯成一条缝，但是它有人类的四肢，很多人称之为蜥蜴人。在远古时代，人类称他们为神 Hiva 蛇。Hiva 还有个双关语，在圣经希伯来语中叫做哈瓦夏娃， Hiva 哈瓦都非常相似，所以在圣经和古代神话中，女性和蛇隐隐约约是一体的。华人应该都知道伏羲和女娲，女娲造人，女娲的样子和名字可能就来自这个 Hiva 蛇。所以从神话的角度来看，有一位女性的蛇形人物参与了人类的创造。哥贝克利石阵建造好之后，经过5000年的历史空白，地球上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类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在苏美尔泥板中就记载了一位女性的神，叫做宁霍尔萨格，她就是传说中的阿努纳奇之一。传说中她是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收藏的苏美尔泥柱 Varan Cylinder 中就记载，宁霍尔萨格被称作 Seal 蛇女神，她就是一位蛇形的阿努纳奇。根据其他苏美尔泥板还有失落了恩基之书，推论就是神创造了阿努纳奇，一部分阿努纳奇来到了地球，和他们一起下来的下等神 Igigi 负责建设基地、挖矿等等基础建设，一干就是几百年，疲惫不堪。于是Igigi神就开始反抗阿努纳奇。阿努纳奇平定叛乱之后，他们就想创造一类新的物种，吃苦耐劳作为新的苦力。于是他们就开始做实验。我在《死海古剑巨人之书》中讲过，他们一开始找了牛、驴、羊等等10几种生物进行实验，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们就找了当时的人类。一开始他们用阿努纳奇的精子放到了原始人类的身体里，结果就造出了巨人。这巨人十分狂暴，差点毁灭了世界。结果阿努纳奇就把巨人全部给毁灭了。后来阿努纳奇把原始人类的精子放入了女性阿努纳奇宁霍尔萨格的子宫里实验，结果就成功了。他们就造出了智商非常高，但是身材比阿努纳奇要小很多的人类。哥贝克利石阵这里的石像讲的是蛇形阿努纳奇创造人类的故事。不敢相信是吧？惊掉下巴的还在后面。哥贝克利石阵的主体大石柱到底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天才观察一下，这些大石柱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怎么，它们都有一条线？这条线到底代表的是什么？这是细长的手臂。石柱的正前方还有手指出现。所以这些巨大的石柱就是长着长头蛇脸的巨大阿努纳奇。大家看，这顶部的梯形头部就是他们的蛇形长头，他们的手非常纤细，按照雕塑来看，他们的身高大约有5到7米。这种双手环抱在腰间的动作，在全世界神秘雕像里都出现过，比如复活节岛的默哀石像，还有南美洲金字塔的巨人石像。这些都是阿努纳奇或者说是堕落天使守望者留下的。这些巨大阿努纳奇为什么要在这里建造石阵？因为这座山就是以诺之书中200个堕落天使从天而降，在一起聚会发誓的地点——黑门山。黑门山又被称作黑暗之地，在12000年前，它位于一颗神秘行星的正下方。200位天使从那颗行星上下来，正好降落在黑门山上。在圣经旧约中有一段被公认为描写堕落天使头领老蛇撒旦的话：你的心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字面翻译就是北方最深最黑暗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作黑暗之地的黑门山，而且这里特别强调坐在聚会的山上。这些梯形巨石一圈围着一圈，
是不是就是当年200个天使在这里聚会的样子？在之后的以诺文学就写道，堕落天使他们没有翅膀，身材高大，长着白色的头发，苍白的皮肤。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叫做《阿姆兰的幻想》，其中就记载阿姆兰遇到一位天使，他将这位天使的面貌比作毒蛇，暗示他有像蛇一样的脸，长而狭窄。在1965年，土耳其阿迪亚马纳特省克利塞克村里就发现了一个小型梯形石头。大家看，长头、细手，正前方还有一个人类。这古代人一定看到了什么？这种毒蛇之脸被人类称为神的样子，人类都一直在模仿。比如非洲的满布图部落，这里的人把头拉成长长的，这样会让人的眼睛变得狭窄，长得更像阿努纳奇的样子。这种长长的头骨，我在埃及王后的这一集里也讲过。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在秘鲁发现了大量的长头头骨，经过 DNA 检测，它们不是人类。新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非常精彩。接下来更重要的来了，就是这些阿努纳奇石柱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石柱上有鸟、圆圈还有蝎子，它们代表的是什么？美国科学家 Martin 和 Demetrios 曾经来过这里做调查，因为石柱的圆圈在古埃及是太阳神拉的形象，所以他们就以太阳为中心，使用计算机做星图。他们发现这些鸟和蝎子其实都是星座，这只鸟代表着天鹅座，蝎子就是天蝎座。在12000年前，石柱摆放的位置精准对齐了当时天上的星座位置。这些石柱其实是记录某年某月某日行星位置的天文台。但问题来了，这些石柱为什么要记录某个特定的日期？这里面也有记录，就是这个图像。这个花纹代表的是陨石，陨石经过地球大气之后就会出现3重尾巴。另外，石柱的腰带下面推测是巨大的彗星。在中国马王堆出土的马王堆彗星图迹中讲到，彗星的样子就和石柱上的非常相似。这些石像可能在告诉我们，在远古的某一刻，天上有巨大的陨石雨会袭击地球。石像下面还有一个无头的人，意思可能就是生命已经消失。另外，大家看一下复活节岛上的默哀石像背后的图画，也雕刻了天鹅座和太阳的星图。它们可能给我们人类共同传达了一个信息：这些星图如果不是阿努纳奇的家在宇宙中的位置，那就是我们人类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就当美国科学家 Martin 和 Demetrios 用电脑向后推算石柱上面星图排列的日期，他们得出了3个时间点：公元前4350年、公元前10950年，还有公元前18000年。算出来之后，他们震惊了，因为中间这个年代，地球上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被称作新仙女木事件。天文学家推测，在公元前10950年，有一个小行星撞击北美大陆，导致了大量灰尘冲向大气层，进而导致了地球进入了1200年的冰河时期。这次撞击导致北美猛犸象、剑齿虎等等大型动物的灭绝，这也可能是圣经中提到的大洪水的原因之一。这种彗星撞击地球的天文事件，在古人眼里都是众神之战。彗星在各种古籍中被描述为神的匕首。在北欧神话里，这段时期被称为芬布尔之冬。北欧诗歌《埃达》中就写道，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堕落和纷争，预示着这一伟大世界的临近。首先是一个名为芬布尔的冬天，这时雪将从世界的4个角落降落，霜冻将非常严重，寒风刺骨，天气狂暴，太阳将不会带来任何喜悦。这时候的人类在哪里？他们一部分人去了埃及，那里当时还是比较温暖，剩下的人就住在地洞里。土耳其现在还有一座地下城，深85米，可以容纳3万人，被称作 Darinkulu。 不过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信息量非常大，以后做节目给大家讲一讲。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
嘿，大家好！为了防止尼克拉斯羊走丢，所以我开通了 Line， 还有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 Instagram， 这样就可以随时联系到我啦。大家下期再见。